妻子双手稍一用力，男人的气囊就弹了出来，他吓得赶紧往回按，可不管怎么按都塞不回去。老嬷嬷抡起扫帚朝他后背呼过去，这才将灵魂拍回了身体。女人新婚后跟丈夫回老家生活，可这个小镇却处处透着古怪，比如随便溜达的河童，要知道那可是传说中的水神，而夜市里更是各路妖怪齐聚一堂。平时吃不起的松茸在这里5块钱上链接，只不过吃完得戴口罩，不然灵魂会老想往外冒。在这个人间冥界3不管地带，这里女富豪突然在家中惨死，警方第一个想到的都不是验尸，而是招魂。算了，还是验尸吧，啥也不是。最近男主人一家更是邪门，总能摊上一些倒霉事儿。老嬷嬷觉得是男主人带回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她拿起藤条捅破房顶，竟然掉出一个穷嗖嗖的老头。老头刚要跑就被嬷嬷绑了回去，没想到他竟是财神爷的老对头穷神，这神仙可不行留在家呀。男主人想要赶他走，可妻子却不忍心伤害老头，他邀请穷神一起吃饭。就在老头吃了米饭的一瞬间，他竟然哭了起来。原来人们都对穷神避之不及，这还是他第1次被人招待。穷神被女人的善良打动，就送给女人一只要饭的破碗，接着离开了他们家，只留下一条咒语，就是在键盘上打出32526，打算去祸害下一户为富不仁的奸商。穷神走后，果然所有的好运都回来了。女人接到出版社续约的电话，她激动地去找丈夫，谁知在一处台阶突然被一只手抓住，绊倒在地。她起身以后，四周却什么都没有。她没管那么多就走了，可没一会儿，她就发现不对，自己好像没了身体，成了灵魂状态。女人再次来到摔倒的地方，四处寻找，尸体却莫名其妙失踪了。女人怕影响丈夫写文案，就没敢告诉他。可第2天，男人去酒馆喝酒，老板娘就说他阴气重，给了他一张敬业符。男人回家贴到门框上，谁知却把妻子拦在了外面。看到他被符纸崩出去老远，男人这才知道妻子已经死去。而就在这时，负责接引灵魂的使者也出现了，他要将女人带回冥界。丈夫极力挽留，却无济于事。使者也很惋惜，在走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，其实女人阳寿未尽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不见了。男主人听后眼前一亮，只要找到妻子尸体，他也许就能救回她的命。可他不知道，妻子的尸体已经被人倒手卖出去，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妈妈。男人在小时候偷偷跟踪母亲，发现她总在父亲上班后打扮很美去见一个男人，那幸福的样子让他幼小的心灵一直都是绿色的，导致他长大后对妻子一直没安全感。直到他看见好朋友去世，灵魂被死神带出病房，朋友放心不下妻儿，就跟死神做了交易，变成了这个圆白菜妖精。他们远远去看望朋友妻子，发现他交不起房租，正被房东为难。圆白菜不敢露面，只能偷偷将钱放进信箱里，还假装是慈善资助。可到了晚上，妖精却看到一个男人在送妻子回家，他喝着闷酒，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实际上头都要气炸了，西装被膨胀的肌肉绷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强森拍新剧了。第2天，妖精假扮成人偶，看着那男人陪自己妻子女儿玩耍，笑得很开心。女儿跑来找他买气球，他一激动，把气球全都给了女儿，女儿高兴的直接扑进他的怀里。这久违的温暖让圆白菜难过的落泪，他终究是没办法陪伴女儿成长了。到了晚上，男人将母女送回家，圆白菜趁机现出真身，他用炸毛的样子吓唬男人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男人果然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可没想到他一边哭一边坚定地说：じゃあ食い殺してみろよ。僕は絶対逃げない。ここで逃げるわけにいかないんだ。看来这个男人是可以依靠的。原来圆白菜就是想考验一下他，看他能不能保护好妻子。身体充的气儿缓缓被他放掉，他可以安心离去了。这件事让作家朋友很是感动。之前他总是对妻子没安全感，殊不知真正的爱是默默付出，希望对方好好活着。可如今妻子的灵魂被带到冥界，尸体却不知所踪。男人将妻子毛衣拿给一个鼻子通气儿的朋友，让他帮忙寻找尸体。朋友抱着毛衣简单的闻了闻，就带他们去了一户人家。果然妻子的身体就在这里，已经被一个人占用，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。看他们也是可怜人，男人没有过多追究，他决定去冥界带回妻子的灵魂。于是他吃掉一整坨冥界松茸，灵魂瞬间出窍，假装死掉，混进了开往冥界的列车。没想到冥界的地界可比他们国家大多了。男人下了列车，不知道先去哪里找，于是跟使者打听了父母的地址，还能再见到死去的母亲，他很激动。可下一刻，那个让他爸爸充满绿色的男人也出现在眼前。男人有些接受不了，
了，转身就要走，没想到老头却着急地戴上帽子眼镜，再将嘴巴放在手指上。纳尼，这不就是他亲爹吗？怎么事儿？原来母亲根本没有背叛家庭，而是当年爷爷强行让父亲当教授，不同意父亲出去写作，父亲为了完成梦想才不得已变装成另外的身份，没成想给儿子的心灵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一切都释然后，男子说出死刑的目的，可父亲却告诉他，他妻子的灵魂在冥界可是大名鼎鼎，因为她是冥界最强悍的魔鬼，追求了3生3世的女人。女人被冥界最大的魔王相中，已经追了她3生3世，可是每次女人投胎转世都会爱上一位作家，和他结为夫妻。这一世，魔王故意下绊子，让女人晚转世了20年，却没想到女人和作家相差20岁，竟然还是走到了一起。魔王气得直拍大腿，他索性要小鬼偷偷去人间下腿绊，趁女人不注意，直接偷走她的身体，转手卖给了其他灵魂。失去身体的女人只能被冥界使者判为死亡，带回了冥界。魔鬼整天逼她在婚书上签字，女人逃不出去，只能日日思念自己的丈夫，却没想到作家为了她也来到了冥界。他悄悄潜入魔鬼的大殿，找到被关押的妻子，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。这段跨越阴阳两界的感情，他们再也不会放手。作家带着女人直接撞碎窗子，纵身跳了下去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作家按照父亲教导的方法变换出一座木桥，直接通往冥界车站。魔鬼瞬间大怒，变换出真身，竟是一只大号癞蛤蟆，疯狂在后面追赶。作家凭借意念变换出一辆回到人间的列车，可他们刚上车，癞蛤蟆就4只腿紧着刀洞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们。他张开大嘴，喷出无数的黑色蝌蚪，瞬间将列车啃食殆尽。他们掉在一片石壁上，作家用最后的意念变换出一道大门，但这些哪里拦得住发疯的魔鬼？魔鬼将作家轻易地握在手里，逼迫女人跟他签下永世婚书，此生再也不见作家。女人为了救下作家，只能答应，但每说出一个字，都会让他心如刀绞。就在永世婚书即将写完的最后一刻，一只破碗突然飞了出来，打在4脚蛤蟆身上，瞬间将他打退，放开了作家。这只碗正是之前穷神送给女人的那只破碗。魔鬼觉得不可置信，他们怎么可能有仙家圣器？他们鬼怪之流根本无法触碰。很快，木碗直接化成一个圆环，载着夫妻2人穿越冥界美丽的山河，回到了人间。他们刚一落地，木碗就完成了使命，碎成了2半。从此，夫妻2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